架对于模型玩具来说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玩家有时会因为蹲守好架、错过预定、经济能力有限等一系列原因和自己心仪的好玩具擦肩而过，而在那之后，玩具的价格可能会水涨船高，直到我们再也高攀不起啊！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样错过喜欢的玩具呢？对于我来说，这款错过的玩具就是 MP44， 其2100元左右的发售价格，对于当时年纪尚小的我来说太过昂贵，而时至今日，全新的 MP44 更是涨价到了5000元的高价啊！这更是让长大后的我高攀不起。购入万象对于这款的盗版 KO 产品，也依旧没有降低我对原版的热情。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万象没有像官方 MP44 那样闪亮的漆面表现。于是，在无力购买正版 MP44， 又想要漂亮漆面的心理加持下，我萌生了学习喷涂给万象喷漆的想法。虽然中途困难重重，我甚至想过放弃，但是好在还是坚持到了最后，并且解决了问题。于是就有了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内容：人造 MP44 万象擎天柱喷涂。先说说这款我梦寐以求的玩具 MP44 吧。MP 是指变形金刚最高规格收藏级玩具 Masterpiece， 它是由日本 Takara Tomy 公司设计制作的经典 G1 动画中的变形金刚角色玩具，通常有着高还原度、高可动性的优点。而擎天柱作为变形金刚经久不衰的绝对主角，其玩具在 MP 系列中诞生过3次，分别是编号 MP01、MP10 和 MP44。相比起前2座的好评如潮， MP44 自发售以来所受到的评价可以说是褒贬不一啊。虽然 MP44 做到了对动画的还原度和现代审美几乎完美的结合，还装载了独特有趣的语音包丰富玩法。但是语音包的存在让背包制作的过于硕大，甚至可以说是累赘啊。人形超高的还原度也导致了变形过程过于繁杂，牺牲了把玩的趣味性。甚至玩具齿轮的通病也让它成为了不那么适合玩的玩具。与此同时，它的发售价格更是高达5万日元。也就是这些问题让玩家们对这款最好的擎天柱玩具望而却步，这其中也包括小时候经济条件有限的我。不过这样具有争议的玩具在时间的打磨下似乎慢慢散发出了新的光芒。也许是对擎天柱大哥的爱让玩家们慢慢包容了他的诸多缺点吧。MP44 的模具在天灾 MP49、玩具色 MP44S 和镜像 MPG12 中继续发光发热，但是由于原色丰富的配件、独特的语音包、货量的减少以及还原动画的配色情怀，原版 MP44 的价格目前也是非常的夸张，与它的擦肩而过也成为了我的一大遗憾，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的购入了300多元的 MP44 盗版产品万象 MP44。 我手上的这只是万象后续的 KO 产品，其去除了语音包，改动了背包的变形结构，从而缩小了整体背包的大小。我个人对这个改动还算是蛮喜欢的，只是背包缺少有效的卡扣来完善一体性。这个版本同时阉割了进气格栅、油箱和烟囱的电镀效果，而且万象的版本基本上都是塑料成型色，没有像 MP44 原版那样闪亮的漆面。胸口车玻璃也比原版更加透亮一些，我不是很喜欢太过透亮的玻璃啊，感觉不是很有动画感。整体的关节呢做的比较平庸，我专门在闲鱼上找寻亲老师修复了它的关节，现在整体把玩手感还是很不错的。经历了喷涂过程以后，也终于是理解修复费用的来源了。拆装这个家伙真的太复杂了，喷涂整体的体验过程还是蛮有趣的，看着喜欢的玩具在自己手中变得越来越完美，真的超级有成就感啊！
拆分零件、遮盖分色、第一次接触喷笔、控笔、洗漆、打磨等等等等。虽然做的还是有很多瑕疵啊，但是作为我的第一次喷涂，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最后的成品我也是喜欢到不行啊，真的非常感谢教我的朋友们。那么欢迎本期视频的主角，鲨鱼版万象 MP44 闪亮登场了。喷涂的过程还是遇到不少麻烦的，重新组装膝盖的时候，弹簧齿轮真的太让人崩溃了。但是整体的体验还是很有趣的。过程中我也一直想让它变得更加完美，前后做了许多天才完成。喷上漆面以后，整体的气质立马就不一样了。而喷上光油后，闪闪发光的质感真的太好看太漂亮了。修复后，玩具整体的可动性也是很棒的，蝴蝶关节、侧腰关节，还有大幅度的前踢、侧踢、曲肘等等，对于摆姿势的帮助非常的明显。个人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脚后跟太过于短小，让接地不是非常的稳定啊。但是说真的，整体的身形比例太漂亮了，完美还原G1人形方正造型的同时，倒角处的处理又让其有一种圆润的感觉。擎天柱大哥整体长腿细腰的造型真的还原的特别到位，美型太棒了，真的很戳中我啊。喷了漆以后真的是让人爱不释手，因为害怕蹭漆有些舍不得变形呀。哎呀，这个变形也是比较复杂的，很折磨人的啊。哎呀，感谢你的点赞，那么就让我们赶紧开始吧。这款的变形过程还是蛮复杂的啊，但是作为电影线入坑的玩家，我个人认为它的变形还算是可以接受啊。这款变形的破碎感其实和电影线真的蛮像的。好吧，对于G1造型来说确实是很复杂，车尾和车头内部都有些太过破碎了。万象改模的背包缺少卡扣，这也导致车头比较松垮。车头侧面的盖板密合也比较一般，结合的时候总有些扯着的感觉。
车型底盘也非常低，再加上手臂盖板太长，整体推车非常容易拖地啊。怎么说呢？载具形态确实比较差的，复杂的变形和载具破碎的车尾都是为了人形造型做出的牺牲啊，会不会有些因小失大了呢？没有，怎么会呢？人形这么好看啊，当然是选择原谅你了啊！我好像知道 MP44 的价格为什么涨起来了。好的，那么总结一下吧，万象 KO MP44的人形还是很棒的，真漂亮啊！不过复杂的变形还是有些折磨的，车型密合比较差，需要侧面零件强行扯着才可以勉强维持。破碎的车尾和车头内部也不是很讨喜啊。这些因素结合以后，让以前一直不能理解买了变形金刚不变形的我觉得这家伙不变形也是情理之中了。第一次喷涂的体验还是很开心的，自己动手让玩具变得更加完美的感觉真好。整个过程可以说是越喷越上瘾，越喷越上头啊！也欢迎朋友们的批评指正啊！以后有机会我还会继续精进技术，没有正版不做对比啊！如果 MP44再版了，我肯定会再入手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等到这一天了。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与所爱之物失之交臂，也是其中不得不经历的一环啊。无论如何，它都不是正版 MP 它的质量不算很好我的喷涂手艺也比较差，但是我们一起经历的时间，已经让它成为了我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玩具。遗憾可能会贯穿人生始终，但是热爱会扭转遗憾，让这份快乐成为独一无二的回忆。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观看。如果说你喜欢本期视频，可以长按点赞，一键三连，关注我，解锁更多变玩分享。我是鲨鱼头，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